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高达永恒的首波活动强敌来袭。作为游戏里的第一波活动，这个活动其实做得非常简单，整个活动只有3个不同难度的关卡，最高一个等级的战力要求是15万，而且条件也相对的宽松，即使你爆掉一台机体，也是可以达成3星通关的。虽然这个关卡敌人很多，但只要把红色高达干掉，就算通关。所以在拿到3星评价后，下次再来就可以直接杀 BOSS 快速通关了。活动有使命，也就是一般游戏里的成就。简单来说，只要通关15次 Expert， 就可以拿完所有的使命奖励了。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容易的活动。活动有10天，相信大家要全部完成也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暂时还无法确定后续是否会继续开放其他的关卡，甚至完成事件使命后，会不会像新手使命任务一样，还有追加更高级的使命任务等着我们，但我猜应该是没有了。完成使命后可以获得升星材料，这些材料足够让你将红色高达升级到3星。然后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去刷武装升级所需要的材料。强敌来袭这边所获得的机体是无法用普通强化材料去升级的，所以就只能在这里拼命刷。如果没意外的话，以后所有强敌来袭活动中所出的机体都会使用同一种材料去升级，所以即使你今天不打算养这只红色高达，也可以先去刷武装升级材料，以为后续的机体提前做准备。最后就来到今天的主题，这只红色高达究竟值不值得我们投入大量资源去把它练起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台红色高达的数值表现如何。支援型的机体就要和同是支援型的机体来做对比。刚好我的红色高达旁边就有一台同样是红色的支援型机体，所以就决定拿你来当对比了。这台加布兰是一台抽卡机体，一般抽卡机体的数值是会比开发机体更高的。现在我们就来对比看看强敌来袭中的机体究竟能不能达到抽卡机体的水平。首先，加布兰的战力是比红色高达高了293的，经过满级的数据对比，红色高达的 HP 也比加布兰少了3974，但是防御力比加布兰高了433。所以两者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边可以算是打了个平手。红色高达的 EN 比加布兰少了4，攻击力比加布兰少了19，这些差距都非常小，基本也可以忽略不计。红色高达在移动力和机动力方面，则是完全和加布兰持平的。所以总结就是这2台机体的数值是平手的，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是，这台红色高达可以透过活动送的资源直接升级到3星。至于抽卡机体就没那么容易能抽到3星了，这是红色高达最大的成本优势。接着我们再拿红色高达来和同类型的开发机体来做个比较。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功能和类型都比较接近的 ZZ 版卡碧尼。首先在战力上，红色高达又输给了卡碧尼322，比输给加布兰的还要多。但这次在 HP 上，则是红色高达比卡碧尼高出了852，防御力和 EN 则是打了个平手。红色高达还在机动力上多了卡碧尼465，所以在防御端上是红色高达胜过卡碧尼。卡碧尼的优势是攻击力比红色高达稍微多了114，而且最重要的移动力也比红色高达多了一点。这一点的移动能力其实很重要，它会影响你是否能跟得上攻击型机体的脚步。所以在攻击端上是卡碧尼小胜红色高达的。接着我们来对比一下两者的武装，同样是只有3招，红色高达的武装是格斗、射击和觉醒各有一个，卡碧尼的则是一个格斗和2个觉醒。在格斗技能方面，红色高达拥有2格的攻击距离，并且会附带遭受物理攻击时受到的损伤提升 20%。 在格斗技能上是胜过卡碧尼的1格攻击距离，并且没有附加效果的。不过格斗技能对于支援型机体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很少支援型机体会直接跑到前线去用格斗攻击的，更多则是在后方用远程攻击来打支援。
更别说红色高达的移动力只有4格，能不能近身都还是个问题呢。接下来是第二个技能的对比，这次是卡碧尼占优势了。红色高达的射击技能只是一个普通的2格，无附加效果的技能，卡碧尼则是一个3格，并附加了遭受特殊武装攻击时受到损伤提升 30% 的效果，并在伤害、命中和暴击上都比红色高达的射击技能更高。唯一的缺点就是 EN 消耗比红色高达的多了2倍多。最后一个觉醒技能，红色高达的攻击距离是3到5格，最小距离比卡碧尼的2到5格少了一点。但一般我们最看重的还是最大距离，所以最小距离的影响并不大，只是可支援的范围少了一点而已。在技能输出方面，是红色高达的输出比较高，不过卡碧尼有攻击力高和 20% 暴击加成的优势，只要暴击了输出就能超过红色高达。作为支援机体最常使用的远距离攻击技能，红色高达和卡碧尼的技能都有附加能力，而且还都是最泛用的防御力减少，这点是很好的。但红色高达会使敌方防御力减少 30%， 而卡碧尼只能减少 20%， 这边就是红色高达大胜了。也正是因为这个 30% 防御力减少的能力，才让红色高达拥有了培养的价值，这也是我们培养它的唯一理由。红色高达的地形适应能力也很优秀，这也为它增加了一些分数。有计划要养红色高达的玩家，这几天就可以拼命的去刷强敌来袭专用的武装强化材料了。建议只把最后一招强化到5级，把防御力减少 30% 的能力开出来就好了，其他的可以暂时先不理。如果不喜欢腿短的机体，能减少 30% 防御力的机体也不是没有的。比如移动力5格的自由高达也有同款能力，攻击距离也一样是5格。不过自由高达的缺点是，只有在宇宙和天空能用，地形适应能力会比较差。移动力5格的 Z 高达3号机也有同样的能力，不过它的射程只有4格，而且养成成本也不低。其他和红色高达一样拥有5格射程，但移动力只有4格的机体还有很多，但它们和红色高达对比起来，都没有培养资源和地形适应能力上的优势。所以综合来看，这台红色高达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培养价值的，不介意腿短的就可以把它养起来，毕竟都已经白送你到3星了。当然，红色高达是有培养的价值，但还没有到必养的程度。比如，如果你已经有了好用的 U2 支援，你也不会上一支 SSR。又或者是你已经有了个腿比较长的卡碧尼，平时通关也没什么问题，你或许也不会再想要去养一只差不多的来用。更何况这个最新系列的高达，对它有爱的人应该也很少，为爱而养就应该更不可能了。如果还是拿不定主意的，也可以先去刷专属的武装强化的材料。红色高达可以在这2个系列中出场，等到哪一天真的有需要它出场了，再去升级也不迟。秉持着后面出的机体才更强的真理，并不建议为红色高达投入 SP 化资源，只要90级就够用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